普上台前曾经放出豪言，要在上任后100天内解决俄乌冲突。现在这么一看，家人们，这老头没打嘴炮啊！你看啊，先是川普和普京通电话，时长长达1个半小时。没过几天呢，俄罗斯与北约在科莫多搞联合军演的消息就刷屏了。再到这2天，美俄宣布在沙特进行会谈。1个月的时间不到，美俄就从不共戴天的生死大敌走到了谈判桌上。现在全世界都在好奇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啊！这俄乌打了3年，终于要和解了，世界格局又要变天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这咋有点没听明白呢？咱们这不是俄乌冲突3周年吗？那这谈判的关键时刻，作为主角的乌克兰，他去哪儿了？还有那援助了3年的欧洲呢，他又去哪儿了？这俩人咋都是在家等通知吗？曾经啊，布林肯说过一句话，在国际谈判中，不在餐桌上的人，他就在哪儿啊？在菜单上。这句话可太精辟了。坊间都说啊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土地属于俄罗斯，资源属于美国，债务属于欧洲，荣耀属于乌克兰。但真相果真如此吗？今天我们就从财经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场打了3年的俄乌之战。为了帮助大家捋清这件事啊，我今天决定从4方利益来解读，分别是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与乌克兰。这4方分别在这场战争中都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呢？先说这美国，就在美俄会谈的第2天，美国就掏了份和平协议啊，让乌克兰签。这个我来帮你调停了啊，但是协议要求乌克兰要拿出国内矿产50%的所有权给美国，理由是乌克兰之前接受了美国给的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，现在人家要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哎，你要知道乌克兰的稀土还有锂、钴这些资源的潜在储量还是非常大的，西方早就惦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啊！这场交易还你1000亿美元，后边加个0还差不多。但即使知道是不平等条约，泽连斯基似乎也并没有很抗拒啊，因为他要的是美国的明确态度，未来一定会给足乌克兰安全保障，其他的可以谈嘛。而美国却直接拒绝了啊，还反头教训泽连斯基，说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，签就是这份，不签就拉倒。说白了，现在的美国啊，是演都不愿意演了。你回头想想，俄乌冲突的导火索，不正是老美怂恿乌克兰加入北约挑起来的吗？所以美国选择此时谈判的原因一点都不难猜。3年过去了，他想要的目的全部都达到了。削弱俄罗斯，拖垮欧洲，收割乌克兰，是不是都达到了？那么此时再投钱再出力就不划算了呀。当然见好就收，享受胜利的战果。再说说这男2号俄罗斯吧。在战场上，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东4州的大部分领土，甚至2024年俄罗斯 GDP 增长4.1%，创下新高，看似是个赢家呀，但他付出的代价全是内伤。你看卢布汇率早崩了，官方是1美元兑88卢布，但在黑市呢，花几百卢布才能换到1美元。通货膨胀飞起，再加上北溪管道被炸了，能源卖不动，还要负担军费，完全是寅吃卯粮啊，透支了未来的经济潜力。你想，他前后收到了西方国家的近100项制裁啊，大批的海外资产也被没收，战场上哪有那么轻松自在？所以你别以为俄罗斯现在还很硬气啊，实际的子弹也是真不多了。那现在美国给个台阶下，可不就赶紧下来。再说欧洲，打到现在，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1350亿欧元，比美国还要多。怎么办呢？毕竟乌克兰离欧洲那么近，早就被欧洲看作是囊中之物了。而且作为欧洲和俄罗斯的重要缓冲区，乌克兰真要是垮了，下一个侵略的不就是欧洲了吗？那按照欧盟主席的表态，今年除了战场的军费资金以外，还要给乌克兰提供财政保障。据彭博经济研究估算，未来10年，欧洲主要国家为保护乌克兰和加强自身军事力量，可能需要额外支出3.1万亿美元。
关键是什么？欧洲到现在为止付出了那么多，他是一点甜头都没吃到啊！还记得吧？当时因为制裁俄罗斯，欧洲花了几倍的价格从美国进口天然气。又因为乌克兰一直以来都是欧洲粮仓，那乌的粮食出口受阻，也带来了欧洲的粮食危机。于是欧洲的通胀也在不断攀升，军费开支也不断扩大，经济面临多重压力，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最后来说这乌克兰，上千万人口逃离，被占领了将近20%的土地，青壮年死伤无数。本以为在战场上打拼了3年，能换来一个加入北约、得到照护的资格，结果呢，却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呀。现在，美国、德国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都明确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。泽连斯基自己的总统宝座也难保了。川普已经直接放话了，说俄乌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泽连斯基，乌克兰应该立刻选举新的总统来代表乌克兰参与谈判。这已经是明牌了，你不听话就把你换掉。这场战争中，乌克兰的领土、主权、资源都是桌上的一道道大菜，而乌克兰的北约梦不过是大国博弈下的筹码罢了。3年时间，俄乌冲突终于接近尾声了什么土地，什么荣耀，说起来好听啊，到底谁才是赢家？你这回看懂了吗？一句话，国际社会上从来都是丛林法则，要想不被端上餐桌，你就得有上桌的能力呀。散会。